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上小红书讨论综艺，看嘉宾专属内容。小红书心动的信号吧官方内容讨论平台。一颗72小时弹韧量，根源改善发质。本节目由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感谢影像体验官华为 nova 14系列手机全焦段红枫质感人像，记录你的心动时刻。2小时快速修护，3天抗熬夜疲劳。本节目由雅诗兰黛小棕瓶赞助播出。五谷营养好周到，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1400公里续航，本节目由燕皮智能电混全是豪华家具的领克0708赞助播出。淡化黑眼圈，让眼神自带微电流，一夜焕亮，心动砰砰。本节目由完美小红皮眼霜赞助播出。心动的信号。I'm not really sure what happened just now. It's all a blur from when you walked in, walked out. I'm used to being on the ready, but you got me unsteady. And now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Trying to sleep, but no pillow will do. I'm running my mind over time. I stay wide as the moon. 我来了，回家了，旭哥回家了，纯叶回家了，回家了，住新房子喽。这火车头啊，好可爱哦！火车头。其实大家看到的每一个装置都暗藏玄机。真的吗？我们有经验，你旭哥还是比较善良，旭哥会帮你垫一句。真的吗？像我就说我懂啊，知道。旭哥，你还是那么贴心，我已经放心了。我比较好骗啊。哎，我怎么感觉会不会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有关啊？那是重点装置，这个是超级重点的装置。去年也是在这个位置，对，我都习惯了，只要转向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就是。哇，你这个户型好。没有，应该是你们那边视野好，你们看到都是重点装置。没有，你们完全都没有看到最好的。最好在哪？最好已经被我发现了，而且是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哎呦天！旭哥，我以为这种事都我干的。我这不是认真。我小的时候是喜欢的男孩会送我这个饮料。我怎么感觉我们小时候是同一班啊？对，我们是同班同学呀。还有谁啊？哎，老朋友来了。Hello， 嘿，好久不见哥。哎呀，徐老师好。你好。你的蝴蝶还好吗？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蝴蝶，它可以自由的飞，然后我会去爱它的本身。蝴蝶好像比较容易被拍死。蝴蝶还在我的心里。哎，这个梗应该只有我们4个知道。都知道。这个跟一样。这个你还没有拿过，难怪你会好奇，你是不是没有摸过啊？上一次有拿过。哦，拿过。有拿过。不够多。对，只第1期嘛，2期好像。没有，我觉得他如果待得够久，他应该是拿最多的。上一季很可惜，这一季希望可以多待。你多待一待，真的。因为上一次你走了之后，我们也着急，然后所有的我们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更着急。是吗？大家都想让你赶快回来。你上一季自己追结尾了吧？都有看了。我发现我的直觉还是挺准的，跟我想的没有差太多啊。好嘚瑟哦，第1期来就没有差太多，我同意。我作为你的同桌，我同意。有一种那个第1集就看到了结尾的感觉，不能这么说，咱们这回好好再期待一下。希望这一期也可以人美美的、帅帅的。一定会的。那不会你也出现在里面吗？我？对啊。啊，你出现，那也太炸了吧！我跟你讲，有可能哦。
他可能在装哦。真的啊？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季要有个特别的主题，我们这一季要 real talk， 好不好？想到什么就直接说，直接表达。好，最 real talk 的人来了。Hello， 大家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我叫哈尼。老师好，哎，老师是纯叶。我叫哈尼。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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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许明浩，我叫哈尼。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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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好，您好。你看，哎，哎，您先，您先。没有，那，我跟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了。知道，我知道。我跟他上次见是18年。18年。他之前是我搭档。我第一档节目。啊，姐你变漂亮了。真的吗？是。是啊。你一样的帅。没有，我们这一季就是 real talk 啊，对吧？说的都是实话。对。是啊，涛哥是真胖了，涛哥是真胖了。给我走！哎，你们见过涛哥最瘦的时候吗？见过。哇塞，他瘦到真的就是我会拿他来激励我身边的小伙伴想要减肥，我会拿他作为教科书。哇，那个时候也是小李现。哦。啊，你也 real talk 了，开始哦，这个哦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激励你自己减肥呢？哈尼科子，我胖过吗？你瘦过吗？你俩好帅。你们真的是18年啊？所以那时候是做什么样的？一个音综。那马老师是跟你是合作舞台吗？不是，我是他的那个，我在后面演术，我是演道具的那个。你演道具？搭档，音乐搭档。哎，你还是很好骗的。马老师敢说，张纯也敢信是吧？没有，你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得不听我的。你为什么要控制别人？没有，开玩笑啦，只是说破个冰而已。我们没有冰了，现在有冰了。啊，你鸽子。马伯骞。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们两个哎呀，渊源可深了。哇，他老输给我，我跟你讲，手下败将。我在任何一档节目，只要跟他是有竞争关系，我是一定输。我想问一下哈尼好不好？哈尼确实是我们所有的成员里面，算是第一次来到恋综吗？对，第一次来。是的。那来到恋综的感觉怎么样？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挺紧张的吧，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然后你们都是老朋友，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课堂，因为我觉得看别人谈恋爱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这倒是。也会给到很多灵感吧，因为平时的剧本也是在谈恋爱，然后也能看到真正的他们的当代人恋爱是什么样的，每个人是怎么破冰，然后怎么在一起，有点像侦探一样，要找线索，我还挺期待的。我上一次看见哈尼就是我在看舞哈啊，我的结婚那个好美啊，那个真的好美啊，而且那期节目好好看。那些对确实很热情啊，让很多人想结婚。我看很多人那期真的好美。他去他的老家，去新疆，然后他就穿上那个新娘的衣服。你看他现在美美的，只要音乐一起来，他就跳得很好，就很美。那要不要展示一下？那个毕业老师来给一段。哎，你要不要先你来吧，你来一段，然后我再。我来不了，我不会跳舞。你会啊？我真不会跳舞，不开玩笑。他真不会。对。这个会跳舞吗？我最近在练。他上一季和依晨姐跳那个双人舞，我们整个现场就是尖叫到一个不行，历历在目。等一下！救命啊！救命啊！我的天哪！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跳完舞你想把自己掐死。哎，对啊，听说旭哥就是特别喜欢课堂，都已经追到线下了。
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你刚刚自己说的。不要！欺负人了！哎，我跟你讲，有人终于站在我这一边了。不会有人站你这边的。旭哥，你是不是跟杨姐他们还？哦，你说对，我去他们家吃饭。是真的？你背着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前一阵子吧，他们那时候搬新家，然后想说好久没看到他们，就去他们家吃饭。你看我们心动的售后多好，都是直接去家里吃饭。对啊，我真的吃到侯哥做的菜，然后杨姐带我看他们家的那个，就一路他们很辛苦，然后怎么弄这个家，然后他们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开心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Hello， 又见面了。田妮老师，你好。Hello， 老师好。老师，我们坐着聊吧，没事，坐着聊，都跟到家了似的。这一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装修的氛围很不一样，然后也有很多特别的设计。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特别的风车屋，然后这边还有个灯塔，都会跟我们这一季的故事有关。大家好，我们是维尼跟 Nico， 我们需要大家精心的照顾，请在每天下班后带我们出去撒野。哎，我感觉是可以养宠物。是的，我们这一季又多了一个部分，就是把宠物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真的哇，我好喜欢这个设计啊！我觉得有了动物真的不一样。你哪个设计不喜欢？你每个设计你都喜欢。不许上来就缠上我。对不起，我很喜欢狗狗。OK。我们这期是 Real Talk 啊，想说什么怼回去。对，我就是喜欢，怎么了？就是喜欢，怎么了？这个没有任何攻击性。来，再来一个，换一个，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哎，我知道我说一个什么压死他。你知道谁跟我一样是仙鹤吗？谁？杨姐。慌了！这个可以。马伯骞有没有吓到？有吓到，这个输了，这个确实输了。然后小马哥这回又回来了，是不是？小马哥瑞我都聊啊，你觉得你更喜欢第6季还是第4季？我更喜欢哪一个？对。第4季当然有很多我很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相对来说第6季就是我虽然没有来那么久，我只来了1次，但是就是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懂，你的嘴角。是啊，还可以。然后确实当时其实某一些瞬间，你也能够看出当时所有在里面的嘉宾其实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突发一下子。在里面要比在这里好玩多了。对，我也觉得里面很好玩。是吧？所以，你没有看那个2本恋综那个？大家讨论都特别的高。你这个问题主问谁？所有人，除了马伯骞。没有，就是我们上一季不是有一个男女嘉宾之间问，就说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然后那个男孩就说了一个是曼彻斯特，说的是英文。然后因为很喜欢《心动的信号》的观众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就自己想在身边做一个更鲜活一些、更真实一些，更像他们平常生活当中就是会接触到朋友那样的恋综啊。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有一些小小的调侃的感觉，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嘛。我觉得太好玩了，他们那个，他们那节目需要主持人，我也可以。需要观察嘉宾，我们都可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纯爷有看到那边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每一季的这个位置必有一些重磅的。这是每周只有1次的周间公园时刻，开放时间为周一12点到24点，所有人都可以争取，但每次只有1个人可以使用，且不能重复。对，想要开启这次浪漫的公园时刻，请通过机器获取邀请券，填写好约会时间和地点，并选择一瓶康师傅茉莉茶，对它进行秘密邀约。如果邀约被拒绝，也视为机会已使用。给我们开启一下好不好？
来了来了，朋友们，来吧来吧。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一定要拿到这个，勇敢的冲，中了！我来了，我来了！我已经蓄势待发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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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这个功能真的很棒。你再离近一点。今天许了这个愿，全宇宙都会收到。哇，这个场景好浪漫哦。人生要勇敢一回。我一键跟随。哇！因为有你，我才有机会逛公园。哎，你看今天公园门关了，所以他们俩在公园逛。没事，我们再还有一次机会。心动蜜语。哇，好刺激！发送邀约乘坐小火车去开启专属的蜜语时刻。我可以跟你蜜语吗？这还蛮猛的。小火车开啦！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在许愿，我也想坐个小火车。接收到了。就我觉得缘分真的好神奇，怎么可以这么刚好？这是我这周听到最 safe 的一句话。今天能跟你聊这些，我觉得你业绩很好，还可以再更进一步。哇哦，好可爱啊！简直满足了我对家这所有的想象。你要遛狗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他也不想追，但出了门他就很开心。小狗从来不骗人，小狗是最真诚的。你刚过来的时候，像是从帽子走出来的公主一样。啊！你真的每次夸都能夸在点上。因为我每次都说真话呀。哦。我走啊。我这不在追吗？其实我觉得我跟你真的聊得很来，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觉得一开始做朋友会更好？对。天哪！可能有些关系它确实就只是适合我们做最好的玩伴。你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那种秋天的大冰山。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会儿。我还是觉得是不是我给他压力了？你没有给他压力，他给你写了那么多，他肯定是对你有认可的。如果真的是我的为难让你为难了，那我可以不为难。一切都太顺也并不是件好事。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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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快急死了。冲动一点好吗？坚定一点。做你想做的才是来小屋的意义。哦，这个也太感动了！偶像剧，即刻开启试炼旅行。加速！你要让我听你的心跳吗？真的在乎你的人会在乎你的一切。我一点也不讨厌你，我喜欢你。我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心动继续走下去。我喜欢你。光看这个片段就觉得好浪漫。然后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题目，是爱情人格测试的旅行版。好，那钱晴老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特别之处。今年呢，我们也是结合了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旅行这个主题来开发我们这个测评。这也是因为在旅行中，大家相处的密度浓度很高，我们是沉浸式的在旅行中去感受彼此。我们也做这个测试，来帮助大家更快的从旅行中去判断我和这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以及我们未来在爱情中，尤其是在心动的这个阶段，我们大家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情人格状态。很容易看到对方缺点了，优点缺点都可以，不要只看别人的缺点。你看，不是，因为我觉得会放大很多事儿。那为什么优点就不能放大，必须得是缺点呢？能，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上头的时候，你只会看到优点了。对，可能旅行的时候你就看到缺点了。哈尼，你说一下你的这个类型好不好？我是浪漫型，你们有人是浪漫型吗？没有。对你来说，浪漫是不死的梦想。你的爱天真而热烈，这确实我比较热烈。希望与伴侣建立灵魂伴侣般的情感链接。你可能还有点颜控，对伴侣的外形气质比较注重。这个没有那么那个。要求高，我知道了。不准，把那个优点去掉才比较准。你刚才念的每一句话都觉得哇，是我，忍不住的笑出来啊，这不就是我？浪漫型的爱人最开始会无限的放大对方的优点。对，我确实，我初期我会对这个人，我觉得他什么都好，什么都对。然后但是旅行，我觉得不光是爱人吧，朋友之间也是，也很容易知道，有些朋友是适合旅行的，有些不太适合。
小马哥，重点的关键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伴侣和家庭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必须照顾好伴侣和家庭，感觉蛮像的啊。我很惊讶，但是又觉得很合理的，就是旭哥和马伯骞同学，这个他们俩是同一种类型，都是责任型啊。他们怎么会是同一种类型？你这话什么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只是一句。徐老师，你别笑了，你这样我很尴尬。我只是一种感慨，我怎么截然不同啊？就说明这两位心里都会觉得他们老婆和他们孩子的幸福就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其实我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哦，受到家庭的影响。像我爸、我妈、我和我弟。首先第一个是我们4个都是白羊座，因为白羊也很独立，所以就是说大家各自忙各自的，我们绝对不会来干扰你。但是要 plan 好，一定要计划好，说我们4个在一块儿，第一个是家庭会议，以及分享最近发生的好事和坏事；二是比方说我妈如果说今天晚上所有家庭成员必须要到去这家餐厅吃饭，我妈就是你们敢缺席一个给我看看。包括在家里也是，就比方说1、3、5我洗碗，2、4、6我弟，然后周日我爸。哦，我想知道我同桌的爱情人格是友谊型爱人。哦，对你来说，爱情中最好能包含深厚的友谊，并建立在了解、信任和共同兴趣的基础之上。你注重彼此之间的默契，你认为伴侣间不仅要有爱，更要了解和义气。我觉得很准。因为我觉得比起一些幻想，我更希望2个人可以是在一起是很舒适的，是很相辅相成的。然后不仅有爱，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内心上的一些默契。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但是也不缺新鲜感。那这样的话会更舒适一些，会可以让爱情走得更远。这个我特别接受，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个友谊型爱人。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比较也像他哎。我也觉得我比较。我也觉得我好像是这种友谊型的。这个给我说的有点片面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测的是心动阶段，就是因为亲密关系它分为前期、心动期和这个经营期和长久的这个相处期，每个人在这3个阶段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我知道了，我这是初期。陈烨是什么型的爱人？就是我所有都非常符合这5个字，叫激情型。能感觉到。你的爱像火一样炙热，然后无法自拔的体验肾上腺素的刺激。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这句话，你只有心跳的时候能够清晰的感受到爱情和自我的存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整个宇宙都在燃烧。遇见和他一起和你一样燃烧的人，你们就会收获到难以取代的身心幸福感。我很同意，非常同意，100分的同意。而且你现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你自己都快烧着了。是，就是旅行还是很考验2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但是旅行对心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这次的设计，大家就是直接在一起旅行嘛。这样的话，就大家可以把人身上的标签先屏蔽掉。就去掉有色眼镜，就懂了？开盲盒，我觉得这种很刺激。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在开始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各自是什么职业，我们彼此都是不知道的，就是纯粹的去了解人，感受这个人本身。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而且这是爱情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喜不喜欢这个人。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播出呢，可以跟你身边的爱人或者是朋友之间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可以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那比如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一次的旅行的过程中，你最不能接受的对方的行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原则型的我都能接受，但是如果是特别原则型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旅行的话，我觉得体验感很重要。他要是到处特别的紧，去住这些都体验感不太好的话，我会觉得有点计较，我喜欢对方的大挑一点吧，不要太计较。但是其他小的一些拌嘴这些我都挺正常的。哎，我因为我做这个的时候遇到了一道题，哇，那道题真的，我不瞒你说，我不知道 BCD 是什么。
就是他问我说，伴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什么行为你最不能接受啊？朋友们，他的 A 选项是在旅行的途中，他对其他的异性心动了。哦，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看什么 BCD 啊？你告诉我还什么 BCD 呀？哇！你当然选 A 了，你就对别人心动，你告诉我选什么？所以导致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BCD 是什么。好，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 BCD 都是什么 ？B， 伴侣心不在焉，一直玩手机，完全不投入旅行，也生气。C， 伴侣为了少花钱，让你吃住玩的体验非常不如意，也不开心。其实我觉得这道题让我很不开心。对，我准一个。那让我 D， 伴侣完全不认可你的付出，对，这个也很生气，表示他，我甚至都念不完这个题，表示他完全不需要。ABCD。因为这个就是测评里面一个叫做破选的这个专业测评技术，就是你会感觉到你在被迫要选出一个就是你最生气的答案来。那这一刻人心中的这种潜意识呀，或者说你到底最重视，包括你选哪个选的最快，就像 A 那个，对你 A 的时候，你已经看不了 BCD 了。哦，这样我让大家都答一下，好不好？觉得选 A 的，好 A。B， 伴侣心不在焉，一直玩手机，完全不投入旅行。小马哥，你的 B 是为什么？没有人跟他聊天。没有，因为我为什么选？其实这几个呢，确实有一说一，这都不太妙。但是你要说硬选的话是 B。A 的话，我觉得你要分是什么阶段，因为我理解的这个旅行是在初期，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其实只是个 date。那在 date 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在跟你确定关系的时候，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这样。因为 A 我是什么？我看到第一题的时候，如果在和爱人再去旅行中，他对别人心动的话，心动了吗？就是心动有好感，我会觉得哇，感谢上天给我看透一个人的机会，就是日后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我觉得很好呀。这样讲也有道理。咱们为什么选 B？ 因为我觉得是不尊重对方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话，可能在日后的相处中，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无视对方的问题存在。对，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是需要照顾对方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可能日后会有很多点都跟我不太适合吧。哦。好，接下来 C， 伴侣为了少花钱，让你的吃住玩的体验非常的不如意。旭哥还没有举哎。木有。接下来 D， 伴侣完全不认可你的付出，表示他完全不需要。我好像知道是这个。这是旭哥。有时候你会努力想要让对方开心嘛，可是你也遇过，就是可能你那个努力，有些人他觉得是应该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委屈。是的。我也觉得是因为一趟旅行，这个整个的付出也好是双方的，那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问题，对，这个可能是两个人造就出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会在这个旅行里面真实发生的事情。是的，这个就是每个人看他的角度不同了。既然大家做题做得这么喜欢，我们不如再来一题，好不好？好。这题我们相对温和一点。好。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最想和对方去旅行 ？A. 纪念日或者是其他有仪式感的日子。B. 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更有可能想和对方去旅行。选择 A 的请举手。选择 B 的请举手。陈烨先来吧。我觉得和我能旅行的人，一定是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一定要说多么深入。对，你经常去旅行啊，但是我是不可能凡人就
刚认识啊，走啊，咱走啊，出去玩啊。出去玩可以，但是不要去那种旅行。对，因为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牢固，或者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就更谈不到说你们有纪念日的那么一步了。就是我不会用旅行来作为一个纯测试。我和他一模一样。比如说，我要是稍微熟络以后，我们再去旅行，可能一些小的问题在我这都不是问题了，对，就我都 OK 的。对，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一确认我们就去的话，可能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放大。我希望有点就信任度吧。但我说男生的角度啊，男生的角度就是纪念日或者是其他有仪式感的节日，给了我一个让这一天跟其他天变得不同的理由。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值得纪念。但是这些日子，我就觉得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理由，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点缀得更加的可爱一些，或者是有趣一些。那海涛还是很擅长经营的啊，有仪式感哦。那接下来问一下选 B 的同学，问一下旭哥为什么选 B？ 哇，你们男生都选 B？ 你三个男生都选 B。我是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更认识对方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平常比如说约会或什么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了解。我真的就曾经遇过朋友带他的女朋友，然后去到异地，然后就是一群朋友嘛。比如说我们是有在一个游泳池，然后我们烤肉，然后我们还担心说，你的女朋友没有赶快下来吃饭，她肚子会不会饿？然后就他女朋友可能她就在房间自己吃 buffet。我朋友其实他就蛮惊讶。我跟他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大家没有确认关系，当大家 OK 要去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在最开始能够真的认识到这个人。如果在这个旅行当中，大家对方觉得不合适，那就各自玩各自的喽。可是心情整个淡掉了。不是，你不是说这次旅行一定要跟对方在一起，它只是创造一种可能性。不要急，不要急。其实刚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特别大的实感，因为没时间去旅行。然后来想一想，什么时候愿意去旅行呢？其实两者都不是我特别想选的，因为我是，当我想去的时候，我会问对方的意见。那你的 C 选项就是大家都想去的时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因为我觉得纪念日，虽然我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但我不想把纪念日变成一个每一次都要一定做的一个框架。我也这么觉得，可能一开始是 OK 的，但时间久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负担。然后一开始就去旅行，我也觉得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对方，但我也觉得会有点太快了。但如果说两者选一个的话，那 B 的话，可能刚认识一起去旅行，应该也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吧。就是我们用一场旅行的方式让大家聚在一块儿，那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小惊喜。我们大家呢，其实来之前也各自准备了旅行要带的好物。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心动好物分享大会。哇！我们的心动旅行好物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我可以跟你交换吗？可以啊，当然。哇，你这礼物里面有礼物哎！里面有。看一下是什么哦，拆礼物喽！家里，哇，这么好的礼物谁送啊？太有眼光了！哎，这个送的确实是蛮实用的，也很适合他。但它是个箱子。哦，真的。哎，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刚刚一开始跟他开玩笑说，我真的今天要送他礼物，结果他拿到是我的礼物。你，旭哥来好不好？感觉应该是一个蛮厉害的礼物，因为拿起来很重。哇！什么？拖鞋。他那个是我的。这是你的啊？养生几件套，还有移动水壶。哎，这个挺好的哎。哎，这个还蛮好的耶。这个会自己烧水比较卫生，然后比较方便携带。哦，原来你是一个这么贴心的人哎。看不出来吗？我需要细品。
这一季我们有1季的时间。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是拖鞋。拖鞋你是要拿来打他来打他来，也可以揍人啊。如果2个人要是一起去逛街，然后走了1天路会疼嘛，然后他回来就可以就是穿这个拖鞋我还以为缓解一下，你是让按穴位，让那个男朋友罚跪用的。也可以啦。表现得好，他就给他按穴位；表现不好就是打。还有一个那个袋子，这个吗？对呀、这个是什么？泡脚桶。这是什么？哇，鞋带式的，对。哎，我是说真的，我最近真的想要泡脚这个真的，因为我听人家说泡脚，晚上泡脚会睡得比较好。对，然后睡得好的话，你第2天气血比较好。这个主要还是觉得就是旅行会走的比较多，然后会比较累。哎，你真的送的很好哎，哪里有热水？我可以装一下热水，我现场泡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这是穴位手套。因为我不太懂穴位，但是你戴上那个，你就知道你今天哪里不舒服。你准备了这么多啊？还有袜子。这还有袜子啊？对啊，穴位袜子可以按穴位的。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喜欢养生哦，朋克养生其实不太懂，但也希望自己能够，也比较就是健康。对，我感觉你这应该是今天全场最佳哎。谢谢你。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是这个风格。目前你们2个的都好羡慕哦，不知道我的会是。你这个一定也不差的。这个是我的，主要是靠我叙述。这干嘛的？不是，它是一个臂膀。哇，谢谢哦。这是什么？给我呀，涛哥，它是2个手，它是这样2个人这样使用的，就是1人放1只手牵在里边。啥意思啊？这个是男孩。来，牵一下看。哎，我手的。1人牵1只手，然后这样逛。逛走路用的嘛，走路这样。走好。天哪！哦，好可爱啊！哦。哎，这挺有意思哎，牵手一下。哎，这个挺有意思哎。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想象一下，就是我们这样出去，就是会不会很多的，就是回头率会很高？会。你们俩出去的确回頭率会很高。我这个套组有一个那个组合的名字特别快，叫做“溺死人不偿命”组合。啊。就是说这个靠枕，就是那个歌词，就是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如果不习惯，就这个靠枕守护你的孤单。哦，哇哦。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一般情侣在街上他牵手，对吧？但是我为了让我们的爱情更显眼，因为我是激情型爱人，我希望就世界广而告之。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这划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的牵手不足以表达我的牵手，我希望就是是个显眼包，你看到我们这牵成那个爱心的形状。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是我的。对。哦，喜欢。这谁送的？是好像我的。天哪，我送了个手套呢，拿了一部手机。相机。相机。哦 ，CCD 哦，这个也是跟我回答这个有关系。他会问你会去什么样的地点，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去那种小众的地方，酷一点的地方。然后很多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是很会我们2个一起拍，我是更会拍你。哇！当然了，我也可以拿胶片，但胶片我得拿回去洗。对。而且有的时候手机去模拟 CCD 和胶片感相机，又不对味。对，它会少点东西，你噪点加的再多，它也不是那个味道。那还不如就拿它。我认识你新的一面了，我没有想到你会给别人拍照。我跟你说，我看似是个没有耐心的人，我是很细心的。好，到我喽。哦，这样是啥呀？面膜。这是谁的？我的。老师的。就是这是一个又可以热敷又可以冰敷的面膜。
所以这个面膜热敷的时候就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睡觉，但是它冰敷的时候呢，又可以美美出片。哇哦，谢谢谢谢。这是谁的？我的。耳机，我选的是有线的耳机。啊，2个人可以。对，2个人可以一起听音乐。我还是觉得，在旅行中音乐一定是必不可少，它可能会让你回忆到当时的那个情景，而且把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对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对，有些时候气味和音乐是一种能让人穿越的一种穿越机。把我的音乐分享给你，这个确实我懂你的点。兄弟妙，绝对妙，很棒。我这个礼物就超级好了，超级好。是谁的？是我的，海涛老师的。哇塞，你们看这是什么？哇，好可爱哟！这什么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我真的很喜欢。这是唱 K 的吧？应该是。不是，应该是口红，我看到。游戏机。它是可以玩游戏的，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嘞？它是一个音箱，并且没猜对一点，并且它不只是一个音箱，它还是一个麦克风，而且它还是一个，你看，我还可以变声音。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吧。今天大家聚到一块儿，特别开心的一次海岛旅行，给大家带来一首歌，陪你去看流星雨，一起来，出去，谢谢。那就真的是，让你的泪一起来。谁理你？好了，我们各自呢都收到了我们的旅行心动好物了。那么说着说着，我们也该旅行了，终于旅行了。是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开篇即旅行，旅行即初见。哇！我们本次的心动之旅呢，第一站将在我们的海岛开启。哇！耶！朋友们，那在这个周末呢，所有的男生女生们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在海岛开启2天的度假生活。想象一下，吹着海风，我们遥望着夕阳，沿着地平线，这个感觉谁能不心动呢？感觉好浪漫哦。那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到底又会是怎么样呢？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海岛初见吧。我们来喽！来吧，来看吧。期待。好奇。虽然来了，很期待。浙江的风景很好哎，来了。加速，有追落日的感觉。哇哦，好漂亮！晚上比一下谁荡得高。哇，我感觉在度假。虽然刚见面，但感觉大家都认识很久的样子。今年这个地方真不错。Hello， 你好。你好。啊 ，Hello。曼南的感觉。哦。可以请你看落日吗？哇哦！好漂亮，太好看了，好美啊！感觉很浪漫啊。有昨天说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对。好舒服啊，这里。
你有想到今天会被邀请吗？人生第一次有人把我猜的这么准，我还蛮愿意走进爱人的世界，打破外面的那层小玻璃，进去看一看。他是3分钟热度，我不是。那我今天也可以看上一下你。开始的。真的很美。哦，超好看。这感觉蛮漫，好像漫画。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天，我也要用心体验的，但去爱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别再正视而不见，勇敢一点。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嘉兴华章银杏天鹅湖景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